这都什么时辰了，怎么还没出宫啊？宫门还有一会儿才下运，你头回入宫，我实在放心不下。我听闻那个苏尚仪甚是严厉，连板子都用上了。喏，我特意从太医院寻的药，以备万一。你别入唐宫，把自己给弄伤了。这样的新娘子我可不要。年龄，抱歉，我又胡说。你对我很好，我很感激。但你为我做的越多，我就越愧疚。我只把你当成最好的朋友，只希望你平平安安的。宁宁，你莫要说这些了。我发誓，我再也不说那些不三不四的话了。你莫要恼我了，好不好？对了，谢先生今日跟我说了一件你的事情。他说了什么？他问我有没有教过你什么法子，让你拿一本假的账册去整治府里不听话的下人。我一想，无缘无故的应该不会问到我头上，且不是什么坏事，我就认下了。我便是知道你会替我圆谎，才推到你身上的，只是不想那日谢少师进去了我家中。那你告诉我，是谁教的？我自己琢磨的。我的宁宁有秘密喽。我早跟你说过，人总会长大，我也会变的。我不在乎，不管你变成什么样子，我都会对你好。你答应我，不管你有什么秘密，只要你想说，我都要做全天下第一个知道的人，好不好？好。姚姐姐，我就随口提到了一句刑部，你怎么就哭了？好了，这是在宫里，若是给人听见了，传扬出去，可就不好了。姚姐姐，咱们都是好姐妹，你若有什么难处，便说出来，咱们也好一起想想办法呀。我是听宝英妹妹说到刑部，便不由得想起了那张遮，所以才哭的。她一个7品的刑科给事中，怎么配得上我？就是那个得罪了新武卫的张遮，姐姐竟然同他在一起。此人并非正经科举出身，乃是白申利考上来才进了朝廷当了官的。家中只有一个粗鄙寡母，原本是父亲看中他，说他官品虽不高，但胜在有贤能，前程无量，所以我才同意父亲去张家议亲。可现在呢，他开罪了新武卫，连圣上都触怒了。我想退亲，但父亲却不同意。薛姐姐，我可怎么办呀？可亲事已在意了，更帖也换过了，所以我才难过呀。若要退亲，难免让人家说我姚府势利。如今不敢不尬，是嫁也不好，不嫁也不好。况且那张遮先前已经议过2门亲了，一个跟人私定终身退婚了，一个还没过门，人就死了。现在好不容易攀附上我姚府门楣，必不肯主动退亲的。我父亲乃是当朝1品大员，我堂堂世家嫡女，怎能嫁给这种人？我看啊，姚姐姐的心思未免也太死了些。天底下大路那么多条，办法那么多种，何必一定要那姓张的退亲？贵府先退又有何妨？只要找对理由，谁也不能说什么呀。你有法子？若真如姚姐姐刚才所言，这张遮议亲过2回都没成，可见是个命里无期的，且第2门亲事还没成，人就死了，这叫什么？这不就是命硬克妻吗？可是他那未婚妻从小体弱多病，乃是风寒病逝的。不管怎么样，你只需将张遮克妻是天煞孤星之命，谁嫁给他谁不得好死的消息放出去，我看哪个敢说你姚府退婚不好。即便令尊大人惜才，可若这种话听多了，又怎能不疼惜自己的女儿？还有，他如今与朝野之上本就寸步难行，若得罪了姚家，这对他又有什么好处？若他真是个不识好歹之人，就凭姚姐姐你的本事，还怕治不住他了？看什么一惊一乍的，吓死个人！尤二姑娘，还请移步，我有话同你说。
有什么话你就便说吧。江雪宁，这可是在宫里，你别太放肆了。别过来！我怎么？我欺负你，要告状是吗？可我有长公主，有着户部实权的父亲，你有什么？闺阁女儿家还未出嫁呢，就要撺掇着坏人清平名誉，毁人终身大事。小小年纪就如此恶毒，长大怎生得了？这传出去啊，怕是没人敢娶。姚姑娘，你说是吧？我乏了，先睡了。江雪宁，你这疯子，我跟你没完！你给我等着！张大人，本宫有话要同你说。后宫妃嫔不得私见外臣，且娘娘之请，恕张某难从命。大人要看着我死吗？薛叔背后有整个薛氏，从不满足于皇贵妃之位，他早就盯准了后位，且他如今又有了身孕。若是连周银之也被扳倒，那我在前朝后宫便会彻底失势，到时候我又会是什么样的下场？去随逆党作乱，半路截杀。你宁可折了腿也要护着我。郊外破庙，我藏在荒草丛里，你却甘冒奇险去将他们引开。长哲，你对我这么好，便不能一直对我这样好吗？娘娘是一国之母，张哲是一朝之臣，识君之路，忠君之事，遇难遇险，以命换娘娘无虞，皆是分内之事。但周营之党羽一案本是国事，一朝兴衰皆系于此，恕张某不敢徇私。只是分内之事。若娘娘觉得臣昔日相救之举，实有僭越之心，臣愿以其罚。我知道张大人眼里不如沙子，我亦不想求张大人饶他们一世，但请大人高抬贵手，助我渡过此难关。他日我必将周营之一党的罪行一一惩治大人案前，让他们认罪伏法，可好？长哲，你帮帮我，这次过后我就做个好人，好不好？好不好？好不好？奉天承运皇帝制曰：罪臣张哲徇私枉法，依罪秋后处斩。其五位指挥使周银之举报有功，官复原职，赏银1000两，钦此。世上为何会有你这样傻人？念强，来，属下周银之，见过国公。你就是周银之？是。看起来年轻有为，像是个有出息的样子。本宫听说这几日你和燕陵走得很近，看得不错啊。国公您实在是谬赞了。
周英之身为新武卫的人，自当为您效力的。周大人，上次安排的事办得如何了？这件事儿还望国公恕罪。属下虽然想法子见过侯府几次，可是侯爷那书房外有重兵巡视，想要窃出笔记，实在是太难了。还有那印信，侯爷藏得更加隐秘，我这着实是有点……本宫不喜欢找理由的人，凡事只问个结果。新武卫中不差你一个，明白吗？是，属下明白。去吧。是。摸一下，摸着倒是还行。2日之后，你去一趟东市万来会馆，那里是由商帮设立的，专供外地商人留宿谈生意之地。到时候会有一个叫许文义的商人卖一批生丝，你拿着这笔钱买下他的货，不久便能得价数倍。掌柜的，请问有没有一位叫许文义的商人？许文义，那个就是。你行行好，好不好？你行行好，咱们也是多年的老交情了。我带来的这一批都是蚕农辛苦了1年的心血呀。去岁是你说有多少要多少，我们才借了印子钱去养更多的蚕呢。现在你们说不要就不要了，那让我们可怎么办呢？王老板，这徐老弟，话我已经说得很清楚，今年生丝的价格是一跌再跌，不知道何时才能见底。我们东家已经决定不收丝了，你就别再为难我了啊！王老板。您就是许老板。哦，我要买丝。哎呀，这是400两，您请收好。啊，至于那批生丝，暂且放在您的货仓里，可好？姑娘这400两，实是解了我与蚕农们的燃眉之急。可是姑娘，如今世上生丝价格这样低，且看行情，说不准还要继续跌。你囤了这许多在手里，当真不怕亏了吗？若是卖不出去，明年说不准就要生虫发霉了。不会，东家说了4会涨，我信他。既然苏尚仪这条路已走不通，再装下去也不过是自讨苦吃。罢了，还是省省力气吧。能将花心朝向这样的细节都考虑得如此周全，果然是蕙质兰心。今日制香，江姑娘该是第一。哼，能不周全吗？当初可没少因为这点细节被你虐待。王老先生，谢某已将考题誊抄了6份，还请先生过目。哎呀，谢少师客气了，我看就不必了。一帮小女娃子读书，这考教嘛，就是走走样子。您呐，别太当真。我记得谢少师之前说过，此番出的考题都颇为简单，若是圣上知晓，会不会觉得有些敷衍，查验不出这半读的学识啊？一个公主非要闹着读书，这圣上他也没有办法。按道理说呢，一个女孩子家在家听父母的，出嫁从夫，夫死从子，读《孝经》《女诫》也就罢了，非要搞出这么大阵仗来。
是啊。礼仪教习便暂且结束，还请各位姑娘准备下午的文事。若是学识过不去的，也一样会被逐出宫去。是。哎呀，惨了！昨夜本来想再背背书的，结果一拿起书本我就睡着了。这下午可怎么办呀？江二姑娘，我早就看出你乃是有识之人。听闻你父亲与谢少师相熟，不知谢少师有否指点过你课业？你看啊，可否小小的透露一下，谢少师平时喜欢看什么书？阅卷的时候有没有什么特别的偏好？这几个人没几个是有真才实学的，倘若他们能答得好些，岂不更映衬了我不学无术，不堪为伴读？既然你问了，我少不得要说两句。这谢少师学识渊博，考教我们的却不会太难。这儒文20篇是一定要看的，尤其是第3篇和第6篇。我曾听父亲说过，谢少师很是青睐端正字体。这答卷答得再好，字体若不工整清晰，在他那边也是要被出落的。谁带了儒文20篇的？快借我看看。宝英妹妹，你带了吗？我没带。薛姐姐，真的吗？字写的不好，真的要被出落吗？宝英妹妹，你莫要听她胡说。江雪宁只怕连大字都不识几个，像谢先生那样的人物，岂是她能懂的？咱们只等着下午看他笑话吧。江二姑娘，你等等，你有事找我？昨夜的事，姚小姐放心，我这人虽然不算什么好人，但有什么仇有什么怨，我都是当面直说。背后重伤传人小话这种事，我是不干的，自然也无需担心我回头到处乱讲。我自问与你无怨无仇，可昨夜你的反应似乎也太过激了些。江二姑娘，敢问你与那张遮是什么关系啊？我不过是为张大人打抱不平一番，你就要以为我们有点什么。若真有什么，可是又要被你拿来当做退婚的理由。你若真与他没什么，为何如此关心我的婚事？张遮大人一身清正，素有贤名，乃是君子。雪宁只是一个小人，岂敢与他有瓜葛？只是待君子，便要以君子之道。世人趋利避害，姚小姐觉着这门亲事不合适，想要退了无可厚非。可有些事若做过了，便不大好。既要退婚，又想着对自己全无损害，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啊？你如今是站着说话不腰疼，若等真是你遇到了这样的事，要配这样一门婚，只怕做的未必比我好看。若我是姚小姐，遇上这样一门好亲事，我高高兴兴嫁了都来不及，何必要退？便是我要退，也不会将脏水泼在无辜之人身上，索性就大大方方和张家说了。若是我铁了心不想背着势力的骂名，还想要退婚，那不如按兵不动，在家等着便是。你这话什么意思？莫非你知道什么？马上就要考教了，你与其在这儿与我纠缠，不如多读点书。多谢先生相助，二叔感激不尽。哪里哪里，大姑娘学识过人，本不必如此。只是国公啊，对您伴读这件事非常重视，才让老朽行此保险之举。不过这次考试是谢少师亲自出的题目，题目中策论居多。儒文20篇，您要是带着的话，不妨再拿出来仔细读读。还真是儒文20篇。大姑娘，你……哦，无妨，多谢老先生了。啊，哪里哪里。
诸位请坐。文试这边开始。考试时间为1个时辰，时限之内，请诸位认真答题。果然与上一次的试题相差无几。儒文第3篇，这不是肃静，还不赶紧作答？等等，谢少师，怎么了？往后若非是疾风狂雨烈日，都把东角的窗扇打开。是。动笔吧。什么开窗？分明是怀疑我要趁案作弊。反贼就是反贼，小人之心。看我这次怎么给你们交个好大卷。我们的誓约，渐渐只剩想念，花开满了的街，没有你的遇见，可一夜潮起，等待冬季，慢慢留住回忆，忘了四季没有了你，风吹很轻，水落花开满一地，吹动我心。月光下你的叮咛是很动听，靠近的很小心。时辰已到，各位停止答卷。2位先生，可要一起评议？啊，不必了，由少师大人决断即可。到我了。糟了，难不成要下猛了？他怎么一直瞪着我？不会除了赶我出宫，还要再找我麻烦吧？江姑娘，我怎么觉得谢少师看这份卷子的时间好像格外长啊？而且他好像在瞪你。你不知道吗？他有眼疾。方才答卷我已阅过，评议的结果也已出来。定国公府薛书上等，尧上书府姚熙中上。谢过少师。坊间政府方妙卷是中等，不过胜在一手好字，写得工整认真，看得出有向学之心，亦可留。谢过少师。游月与周宝英，往后还得勤勉学习，此番亦可留。是。至于江侍郎府江雪凝，卷是上等。谢先生指点，臣女回家后必定会可留。怎么可能？看看我们家二姑娘高兴的昏了头，连话都开始瞎说了。不，我无论如何也不能留在宫中，更别说是当谢薇的学生了，那简直是找死。谢先生，学生有一事不明，还想请教。学生自知学识不佳，却被评为了上佳，
只怕评为中下的人心中茫然，不如将学生们的答卷一一下发，也好让彼此心服口服。你这是在质疑谢某不公？学生不敢。好，既然如此，那谢某就将各位的答卷一一拿出来评讲一番，好让你们知道自己的不足之处到底在何处。我就不必了吧，先生，宝英的确学识不佳，宝英认的。是啊，细细剖开来讲，这与当众鞭尸有何区别？江雪宁，你一贯掐尖要强，自己拿到上家也就罢了，何苦非要来针对我们？那薛姐姐也拿到上家了，你瞧人家说什么了吗？如此看来，是江姑娘一人不解喽。我等心服口服，以得先生指点，不敢再有劳烦。如此便好。那江姑娘可单独留下，谢某可为你单独解惑。倒也不必了。治学不可不严谨，既为人师，当为你解惑。不过江姑娘既入了宫，往后有的是时间可以慢慢学，你说是不是？好了，诸位先回府准备2日，此后便正式入宫伴读。我等与诸位以后以师生相称，为期半年进行教习，还望各位勤勉学业，莫要辜负我等心血。回去吧，我与2位先生还有事要议。是。天哪，我居然过了！而且谢先生一点也不像爹爹说的那么严肃，他说话的声音又温柔又好听，都怪爹爹吓唬。那是你没见过他可怕的时候，吓死人都是轻的。我父亲说，谢先生为人处事皆挑不出毛病，他在治学一事上是从不马虎的，还说若我能学着点皮毛，也不枉辛苦入宫这一趟了。这可都要感谢江二姑娘这位大善人，若没有你的指点，我必是被出落的命了。江姑娘果然不是常人，倒像是事先知道要考什么一样，从题目到谢先生的喜好，竟是半点不差。谁知道你背地里又做了什么？别的人倒也罢了，可谢先生明月清风，品行高洁，满朝上下谁人不知？这样的圣人岂会将你放在眼里？别做梦了。你也觉得谢微是好人？谁不知道谢先生是好人？他在朝为官不结朋党，治学用心又一贯清廉，对圣上忠心耿耿，这如何不是好人？此时此刻的谢微，根本还跟反贼2字扯不上任何关系。所有人都觉得他是好人，敬他，重他，唯有我如此表现，不正暴露了我知道的比旁人更多吗？你怎么啦？我要回去找谢先生。方姑娘，若2刻之后我还未回来，请你一定要来凤城殿救我。哎，你干什么去啊？山上有猎人布下的陷阱，附近一定有村子，我们很快就能走出去了。你醒醒啊，你不能死啊！你干什么啊？从前听大夫说，你这样子是寒邪入体，唯有喂血才能救你。你倒好，竟然不识好歹！是为你服了！
双眼泛红，身起红斑，神思不宁，嗜血失控。这是离魂症。黎民百姓是人，九五至尊是人，他们凭什么？凭什么？全部杀光！杀！姐，我好了，我像是刀片扛过去。谁为几次试探警告我，一部分是为燕灵，却也是为当年之事。他有离魂症，一遇雪天就会变得嗜血失控。他所谓的大逆不道之言，也与皇帝有关。不管谢薇还藏着什么秘密，在这皇宫之中，他想趁机除了我，实在太容易了。事到如今，我唯有兵行险招，才能博得生机。少师大人明知我不愿入宫，为何将我留下？宁儿姑娘不装了？雪宁自知学识浅薄，答卷也不过是一通乱写，却能得你上家之评留在宫中。我思前想后，唯有一个解释：你是在怀疑我未曾忘却当年上京之事，怕我泄露出去，所以将我留在身边，仔细监视，稍有异动便即刻下手。我说的可对？既来找我，答案已显。谢某不想让当年之事被人所知，不假。不过，仅凭姑娘，还不足为惧。不过，谢某倒有一事，想问问宁儿姑娘，你与燕灵，到底是何关系？他是我的挚友，是京中待我最好的人。仅是如此？少师何意？京中盛传你跟燕灵二人情深意笃，结言燕世子冠礼之后便要迎娶姑娘的。雪宁说了，燕灵是我的挚友，情深不假，不过并非男女之情。宁儿姑娘的卷子果然与常人不同啊！谢某不才，发现宁儿姑娘确实读了不少书。这一句出自《留侯论》，而这一句出自《战国策》。这些东西可不是寻常闺中姑娘会读的书。这些年也并未听说你潜心向学，那为何现在却又如此雷藏？要不是谢某不信这些怪力乱神之事，只怕要以为宁儿姑娘是重活一世之人了。雪宁的确有藏拙之心，不过却是为了远离宫中，远离朝氏纷争。雪宁恳请先生放学生出宫。别白费力气了。一则，前几日令尊已托谢某在宫中好好照顾宁儿姑娘；二则，燕灵也请谢某多帮帮宁儿姑娘；三则嘛，所谓滴水之恩，当涌泉相报。你还不曾听说吗？这入宫伴读的名单虽是由礼部核选，但最终还是得交到谢某手上才能发出去。你的名字在谢某这儿早就已经勾过一遍了，为的就是让你入宫，怎么可能让你轻易离开呢？让我入宫，居然还有你一份！原来不是谁要搞我，而是谁都要搞我。与其将你放在宫外，不如将你放在眼皮子底下，好好看着。你这么不愿入宫，是怕我杀你灭口？谢先生，雪宁只是一介闺阁女流，在朝中既无势力，更无野心，
于您而言，我不过是一只略施手段便可捏死的小小蝼蚁。若我说我从头到尾都没有背后告发、加害先生之意，先生愿信吗？若你是我，你会信吗？我不敢信。所以，若你是我，这个人，除还是不除？可是先生，我不想死。对我来说，你不是危险，真正的危险是，我不敢信你，却想要信你。我谢某不是不记恩的人，不想对救命恩人动手。但重要的是，你听不听话？灵儿，你试过心怀着一个秘密，却不能对任何人提起，锦衣夜行，重宝加身，格外孤寂吗？你是个聪明人，有你在宫中伴读，这宫中的生活也算是变得有趣些了吧？可我不想啊。你所掩藏的，正是我想看清的。所以江雪宁，这半年半读，还请你像个寻常闺秀一样，在我眼皮子底下乖乖待着，不要随意招惹燕灵，更不要做出有碍永义侯府之事。不要逼我，也不要惹我生气，否则……豺狼没必要欺骗蝼蚁，眼下死里逃生，也算是被我躲过一劫。半年，避无可避，唯有见招拆招了。真想不到你射箭也有两下子。哎呦，我差人去衙门替你告假，今晚你我好好喝两杯。哎，世子，这不太好吧？我跟你说，明天我要邀请一个对我来说很重要的姑娘。说起来，你们两个还是故人，我带你见见。不会是江侍郎家的二姑娘吧？没错，就是她。我跟你说，这个姑娘可是全天下对我来说最重要的人。哎，走。燕灵怎会跟新五卫在一起？是属下失察，即刻便去查清。老爷夫人，二姑娘回来了。林丫头回来了。林丫头，回来了啊！这2日在宫中过得可好？嗯。消息早早就传回府中来了。我们宁丫头真能干，顺顺利利便通过了考教。恭喜宁妹妹。原以为以你的能力是不能过的，没想到你竟能留下。我就在想，到底这次是运气，还是有高人相助呢？是啊，在母亲眼里，我不就是不学无术吗？过了，那一定是背后有鬼。难道不是吗？当日你无端端出现在那个名单上，而不是你姐姐，我思来想去不得其解。后来我一想，必然是燕世子在帮你的忙，恐怕这一次也不例外吧。母亲说是就是吧？你这么说就是承认了，就承认了你抢夺了你姐姐的机会。要是你姐姐进宫，如今在宫中听讲的都是天皇贵胄、世家才俊，你姐姐肯定能觅一个好良缘，要做个王妃也是有可能的。可相反看你顽劣脾性，
尽是惹事。莫说贵妇王妃，就算你当上了皇后，也没命享。